还有什么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还蛮多人在询问的我的手账分享。那其实这个主题从去年大概这时候就有人在询问，我一直没有拍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思考怎么样呈现比较好，因为我觉得手账它里面记录的资讯是比较私人的事情，那有些东西可能不太适合直接摊开来给大家看。那我觉得与其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私事，不如说我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去运用手账来管理我的时间，还有让我的工作都可以按照进度去完成。所以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去运用我的手账，那再来会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平常是怎么样去规划我的工作进度，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时间运用小技巧。好，那不啰嗦，首先来分享第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手账买来就是要用，你不用的话，它就只是放在角落一个长得好看的废物，所以买来就用。我知道很多书局还是像诚品书店，他们都会卖很漂亮的。就是这种手账还是记事本嘛，那尤其是现在新的一年，各式各样的手账都有，一定很多人买手账是因为觉得它长得很漂亮买回来，但是你后来没有执行写手账的动力，就会变成说它就会被摆在角落，然后就长灰尘，就变成一个没有用的废物。所以手账买来就是要用，你必须要用它才可以发挥它的价值。那当你的时间也可以比较有所规划。除了手账以外呢，你也可以善用你手机里面的记事本 App， 互相辅助就可以帮助你记录很多你在生活上面的小事情或是一些待办事项。那首先是手账运用，这两本是我近2年的手账，这一本是2017年的，我在2017年1月分享的淘宝小物里面有分享过。那这一本是我去韩国 Element 买的，它是我2018年的手账。那其实我写手账的时间大概有4年了，这是近2年的版本。每个人写手账的习惯不太一样，再加上手账它里面的格式也不太一样，所以在挑选手账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撰写习惯下去做挑选，因为手账本里面的格子通常会比较细一点，我怕在荧幕上面呈现不太出来，所以我自己画了手账格式版，像这样子。格式的部分呢，手账里面它通常会分为月记式以及周记式。这个是周记式，就是一个跨页为一个周，或者是一个单页为一个周。那另外这个就是月记式，你可以做整个月规划的总览。那每个人习惯不太一样嘛，有些人习惯用月记式，有些人则习惯用周记式。所以在挑选手账的部分，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习惯，看你习惯以月去安排，是以周去安排，再去挑选手账的格式。那我个人的话呢，是比较习惯看一整个月的计划，所以我在挑选手账上面会比较偏好这种月记式的手账。以月记式格式来说呢，大概会是这个样子，它会有星期一到星期日，然后每一天的日期排列是不太一样的嘛。那大家有发现我在上面有做一些不同颜色的记号吗？这些记号代表着我要在不同时间做不同的事情。在安排月记式的时候呢，我会先把一些重要的日子给空下来，比如说你要出游，那我举例来说，我会用绿色的笔画一个笑脸，表示说这一天我有活动要外出，所以我就不会把工作也排在同一天，以免去冲突到。那再来可以看到我在上面还画一些桃红色的三角形啦，橘色的圆点，还有蓝色的三角形，这些记号也就代表着不同的工作提醒。举例来说，这些桃红色星星就代表着我已经有一些影片的想法，大致上的构想已经完成，要去执行，然后上线的日期我也都大概确定了，我就会先用桃红色星星给标示下来。标示下来之后呢，就大概是这几天，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是举例哦，就是范本而已。我标示出来之后呢，接下来看到蓝色的三角形，蓝色的三角形就代表着你在执行这个桃红色星星事件的，你需要多少准备日期，你要往前拉。比如说我要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1月31号，我有一个影片要发布，那我需要几天的准备时间？稍微看一下哦，比如说1月30号，那这个标示我是写成星星1。往前看，我需要1、2、3、4、5、6、7，我需要大概1个礼拜的准备时间，所以我就会在1月30号的1个礼拜前，在1月23号这一天，我就画一个蓝色三角形，表示事件1要从这天开始执行，那它才有办法顺利的在1月30号完成。你可以先把每个工作的完成日给标出来，接下来呢，从这些工作日往前推算你需要多少个工作天，然后把执行开始的那一天也做一个记号，这样子你在看整个月记事的时候，你就可以很一目了然的知道说你要从哪一天开始执行哪一个工作，这样子你才有办法顺利让那些工作在你希望的日期给完成。那平常日也会有一些活动嘛，像我会出席一些品牌邀请的活动，我就会把比如说1月5号或是1月9号以及1月25号这天给空下来。那这样子我在看整个月计划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说我在哪一天有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我要执行哪一样工作，一整个看下来就会非常的清楚。
我的月计划就大概是这样子安排的。那这个习惯我大概已经持续3年多，快4年了。我在4年前刚开始写手账的时候，刚开始有点懵懵懂懂，不知道怎么写可以让你整个月的计划看起来很清楚。那摸索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整理出这套系统，然后就一直沿用到现在。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安排还蛮清楚，就是你可以先把一些重要的事情给抓出来之后呢，再往前抓工作日，这样子你摊开你的手账本，就可以很清楚的明了说你在哪个时间点要做哪件事情。如果你也是常常想到隔天要交工作或者交作业，结果你今天才想到这件事情的人，那么我很建议你们可以尝试看这种往前抓工作日的方法来规划你的时间，这样就可以让每一件工作都尽量在你的计划之内完成，就不会有那种临时抱佛脚或者是很匆忙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匆忙它可能会稍微影响到你的工作品质，所以我觉得宁愿往前多抓一点工作时间来完成，也不要到的最后才匆匆忙忙，因为匆匆忙忙你自己身心上面也都会很紧张。那即便是你最后一刻做完这件事情，可能你的身心也会处于一个很疲惫的状态。所以我个人是习惯多留一点工作时间，让自己可以在一个比较从容的状态下面去完成我自己的工作。当你已经规划出一套你自己觉得看得很清楚的月记式规划表之后呢，再来还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都要去翻开你的手账本。因为如果你没有每天翻开，基本上它也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它的作用。你一定要每天去翻开，然后去看明天有哪些事情，或是过2天有什么事情，每天去看，它可以加深你的印象，才可以让这些事情都尽量在你的计划之中去做执行。所以一定要养成天天翻开手账本的好习惯。再来是手账本笔记页的运用。手账本它除了刚提到的月记式表格以及周记式表格之外呢，通常在后面它会有像这种横线的笔记页或者是全空白的笔记页，你可以善用这些笔记页来记录一些小事情，比如说利用笔记页来记录每一天的待办事项。像我自己的话呢，会习惯在每天晚上记录明后2天的待办事项。我这边画了一个比较清楚的笔记页表格，那这些待办事项可能是一些生活上面比较琐碎的小事，我就不会安排到我的月记式上面，因为月记式我通常会用来写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日，所以像这种每天要去处理的小事，我就不会特别安排到月记式上面。待办事项的部分呢，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我要跑邮局啊，或者是我要回复一些信件，或者是可能我的影片哪些地方要调整，要找音乐等等，或者是可能一些生活上面我要预约皮肤科、预约看牙医啊，或者是订哪些餐厅等等，像这种小事情，我就会在待办事项上面把它列下来。列下来的好处就是，当你隔天醒来，你翻开这个笔记页，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说你今天有哪些小事情要完成，那你就可以按照上面的清单一一的去完成。这个列下来的好处就是你看到你就会去做，而不是你没有先规划下来。那当你隔天醒来，你就想说，我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你又突然间想不起来，那你这一天又浪费，那就等于说你这些小事情它就会一直累积到隔一天。那你一直不去做的话，它就会越累积越多，反而会去影响到你正式的工作嘛。所以我觉得可以利用这种笔记页，把你每一天的待办事项给记录下来，然后按照清单一一的去把它完成，这样子每天都可以顺利的完成一些小事情，也比较不会去耽误到你重要的工作时间。笔记页除了用来记待办事项以外呢，你也可以用来记你随手记录下来的想法或者是点子。你用手写下来的好处就是有助于加深你的印象，因为你用想的，它就永远是想的，它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你可能想过下一秒就忘了。就像我常在搭捷运的时候，我想说，好像有个什么拍影片的灵感还不错，好，那我想，哪一站到了，我要下车，可能我下车的瞬间我就忘记我刚刚想过什么，所以想它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你一定要透过写下来或者是用手机记录下来，它才会白纸黑字的在那边，它会是一个硬生生的事实。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才会真的记下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把你想的一些点子给记下来。比如说我之前可能会写我最近想要拍201710大开价最爱啊，或者是可能我年底去了香港嘛，我可能就想拍想要分享香港的 vlog， 或者是1月最爱等等，也要开始准备。我就先把一些还不是那么成熟的想法给随手记录下来。那当我看到笔记页的时候，我就可以慢慢的去想说，这些想法我是不是可以开始执行，或者是我的准备内容够不够成熟？那如果够成熟的话，我就会把它安排到我的月记式里面。所以你也可以善用这种方式，把你的想法给记录下来。那如果你没有带手账本外出的习惯呢？我也没有，因为手账本它通常还蛮重，而且比较厚一点。如果你带小包包，它通常是带不出门的。你如果没有带手账本出门的习惯，你也可以运用你的手机里面的记事本 app， 把这些东西给记下来。我还蛮常使用我手机里面的记事本，就会记录说，可能我最近想要拍什么东西，或是把一些随手想到的想法给记录下来，这样子你之后真的要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翻开你的记事本 app， 它就有一些想法列在那边，让你当做参考嘛。所以我觉得
透过随手记录这件事情，它也是有助于你加深你执行这件事情的动力，它就不会永远只是想，然后你想过就忘记了。再来，你也可以利用便利贴来提醒自己该注意的事项。写便利贴除了可以用来提醒自己有哪些很紧急要完成的事情之外呢，再来就是你也可以写下一些警语。像我在工作的时候，这是我最近发现，就是像我有时候在忙，可能忙着回信或者忙着剪影片，一个人很多工作的同时，你会情绪比较敏感一点。那像我有时候回家，当你工作很忙，情绪比较敏感的时候，可能家人只是开个门叫你下去吃个饭，然后你就会因为你的工作被瞬间打断，就是情绪会比较敏感一点。然后我有发现，就是那个时候我会口气比较不好，就可能对家人口气比较不好，就会说，好，我等下弄完就下去吃。然后当我忙完之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刚刚要那样子对人家讲话？就明明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情绪没有控管好，但是家人他只是好心提醒我说，工作该休息了，可以休息下来吃个东西等等。他们没有错，错的是我，所以我就要提醒自己说，不管你工作再忙，你都应该要好好的控管自己的情绪。所以我就会在便利贴上面就写下一些我自己该注意的事情，比如说我这边写了一张，像这张就是我近期贴在我的电脑荧幕前面，想要提醒我自己的事情。第一点就是理性，第二点就是勿情绪化，这两点就是反映到我刚刚讲的事情。不管你工作再忙，你有任何敏感或者是不好的情绪，都不应该把这些不好的情绪带给你身边的人、家人还是朋友，他们是无辜的，我们不要波及无辜。所以不管你情绪再不好，我们都要保持一个理性，然后不要情绪化的状态，不要把这些不好的情绪带给你身边人。所以我写下这两点，要提醒正在工作中或是比较敏感的自己，不要把不好的情绪去波及你的家人，家人是无辜，他们也只是想要提醒我好好的吃饭。那再来第三点就是谨慎，我会写谨慎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其实还蛮冲的。虽然说我在影片上面因为声音比较低，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好像很理性，但其实我的个性应该是一半理性一半冲动，我的个性很极端，所以这一点我是想要写给冲动那一部分的自己。有时候不要因为工作上面可能不顺自己的心，不顺自己的意，然后你就有点冲动或者在气头上面，那你可能就会讲一些气话。那这些气话的接受方其实他们都是无辜，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去承受你这些负面的讯息嘛。所以在讲任何话之前，我觉得都应该要再思考一下，谨慎的去思考出你要讲的这句话会不会带给别人伤害，所以我才会写下谨慎这件事情。最后一点是再忙都要记得吃饭，因为身体是自己的。你如果因为太忙碌没有定时吃饭，最后受到伤害的是你自己的身体，而你自己的身体你要自己负责，没有人可以替你负责。所以再忙都要记得吃饭，不管你有多忙，吃饭时间一到，你就是停下你手边的工作，花个1个小时好好的去吃饭，再休息一下，休息之后再回来继续完成你的工作，这样效率会比较好一点嘛。所以最后一点就是再忙都要记得吃饭。那这4点就是我写下来想要提醒自己任何时候都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如果你是学生，你也可以利用便利贴来写下一些警语，比如说学生要考试嘛，那考试前你最需要的可能就是要专注，不要分心，那你就可以写不要分心，千万不要滑手机，千万不要打开网拍，千万不要打开社群软体，都写下来，然后贴在一个很醒目的地方。这样子，当你念书念到一半，抬起头来，你觉得你的精神有点飘忽，开始要分心的时候，看到这张便利贴，它就是一个警示的作用，它就会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去拿手机，然后你就抑制住自己拿手机这个动作。所以其实用便利贴来警示自己这个动作，我觉得还蛮有效的，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时间规划方法，以及我是如何利用我的手账来安排我自己的工作时间，让这些工作都有按照进度去完成。那再来也可以利用便利贴来提醒一些自己在日常上面常常会忽略的事情。好，那以上这2个方法就提供给大家当做参考啦。那新的一年，希望我们都可以把2018年过得比2017年更加的充实，更加的精彩。因为我觉得我的2017年其实我过得不是很满意。2017年我觉得自己总是有很多想法，可是我的执行力好像跟不上我的想法，所以有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去完成。那我觉得这样的自己有一点懒散，我其实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希望2018年的自己可以把每一天都过得更充实一点。那这时候就通过写手账以及一些时间管理的方法，让自己的想法可以尽量实体化。因为想啊、幻想、梦想、理想还是白日梦，这种想它就是一个没有实体、很虚无的东西嘛。你必须要透过执行，才有办法把这些
想法给完成嘛。这时候你就要透过写手账这些事情，把你的想法给记录下来，然后一一的去执行。当这些想法最后完成被实体化的时候，你会从中获得很大的成就感。所以我觉得写手账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手账使用方法，提供给大家当做参考。那以上是今天的片，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喜欢今天的片，别忘帮片个喜欢，然后再订阅我频道。那我想追踪更多关于我动态，欢迎到我的 Instagram 以及 Facebook。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